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曾靠《甄嬛传》走红，35岁宛如少女深发谭松韵，才发现大家被骗了。谭松韵，炙手可热的明星，那是连时间也嫉妒的人儿。距离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时间一步步逼近。仔细一想，谭松韵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14年了。没错，她就是35岁。但你看她那张娃娃脸，哪里像30的大妈，简直就像是18岁刚出道的小花。难怪有人说谭松韵是靠《甄嬛传》走红的。14年来，谭松韵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的起伏，从小角色到女主角，她的演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，被誉为整容式演技。现在站在事业新高峰的谭松韵，回望曾经，不知会感触良多吗？曾经在《甄嬛传》中惊艳亮相的20岁少女，现在已经褪去青涩，成长为能扛起大梁的实力派演员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谭松韵的成长，有些人只看到她那张永远18岁的脸，却忽视了她内心的成熟和坚强。其实，谭松韵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那么深刻，但她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，是我们容易忽略掉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谭松韵14年来的演艺之路。从一个青涩的小配角，她是如何一步步蜕变，成为现在备受喜爱又惹人争议的冻龄女神的。要谈谭松韵的蜕变，就不得不提2018年那个让她痛彻心扉的元旦。那一天，谭松韵的世界瞬间崩变了。她最敬爱的母亲，在一场突然的车祸中永远离她而去。在事业最风光、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却突然失去了挚爱之人，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痛？谭松韵当时的心情犹如天塌地陷一般，她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，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处理丧事。那段时间，她完全失了魂，像被抽走了全部力气一样。有人觉得谭松韵被宠坏了，受不得打击，但是谁又能理解她内心的痛苦呢？只有亲身经历过失去至亲的人才懂那种滋味。谭松韵并没有被这个打击彻底击倒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。她很快就恢复过来，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以此来减轻内心的痛苦。或许正是这次痛彻心扉的经历，使谭松韵的演技有了质的飞跃。她将所有的悲伤和思念都融入到了角色中。那些看起来元气满满的少女角色，其实她们的内心充满了沧桑。谭松韵并不是只能出演傻白甜角色，她并不是只靠脸蛋吃饭。这次打击并没有击垮她，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坚强，演技也有了更多层次。谭松韵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找到的是最为坚强的自我，因此可以说，人生中有时候的当头一棒，其实是命运的成全。谈论起谭松韵的演艺生涯，我们就必须提及那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剧《甄嬛传》。在2010年，20岁的谭松韵收到了《甄嬛传》的试镜通知。然而，那时的谭松韵无论如何也预想到，这部电视剧将成为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谭松韵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的角色魏纯儿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却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心中。为啥呢？因为谭松韵完美呈现了纯儿这一角色。她天真烂漫，并对后宫争斗一无所知，整天就是吃吃喝喝。谭松韵的表演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，如同一股清流，为观众带来了启示。在这个充满勾心斗角的后宫中，纯儿就像一缕阳光，给人带来温暖和治愈的感觉。谭松韵并没有因此一炮而红。谭松韵从林师傅在首尔到金太郎的幸福生活，一直在客串默默无闻。实际上，这个工作就是打杂。但是谭松韵并没有放弃，
他深知只有不断磨砺自己的演技，才能找到最能体现自己能力的角色。在过去的6年里，谭松韵接演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涉及现代都市剧、古装历史剧、喜剧和悲剧等多种类型。虽然他在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路人甲，但他并未放弃对表演的热爱和追求。这个在《甄嬛传》里初次显露出才华的小姑娘，谁又会想到她居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沉寂下来？然而，正是这段时间的积累，为她后来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谭松韵现在看上去光鲜亮丽，但其实她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。最好的我们这部剧可以称得上是谭松韵的事业第二春。谭松韵，一个26岁的演员，居然要扮演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高中生耿耿。谭松韵的表演赋予了耿耿这个角色鲜明的个性，使得她成为了一个鲜活的形象。耿耿并非那种柔弱无力的小女生形象，她有鲜明的自我主张和果敢的爱恨关系。最好的我们的成功使得谭松韵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。自从这部剧后，谭松韵就成功晋升为元气少女专业户。无论是在《锦衣之下》里机敏聪慧的袁今夏，还是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善良坚强的李尖尖，谭松韵都把这些角色诠释得非常到位。有人说谭松韵在重复角色，但事实上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魅力。谭松韵在表演中展示了重复角色也可以具备不同魅力的可能性。她把自身的个性特点和角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使观众们能够感受到每个角色都有鲜活生动的灵魂。26岁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可能是人生的迷茫阶段，但对于谭松韵来说，这恰恰是她事业的新起点。在这部剧里，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并非是单纯的傻白甜角色，而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戏剧性的角色，这无疑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你看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的坚强乐观，是不是令人想起了她自己的经历？或许正是因为母亲离世的打击，谭松韵才能把李尖尖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。该剧一经播出，谭松韵的演技便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，华鼎奖和白玉兰奖的提名接踵而至，业界人士也纷纷为她点赞。有人感慨，谭松韵终于不是那个只会卖萌的小花旦了。双引号。实际上，谭松韵从来就不是什么只会卖萌的花瓶，她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进步。现在，大家终于认可了她的实力。谭松韵从《锦衣之下》到《以家人之名》的每一个角色都在诠释着不同的人生。她的表演不再只是单纯展示青春和美好，她还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传达出更加深刻的人生哲理。这种追求让她的表演提升了立体感和饱满度，也让她的演技更进一步。谭松韵不仅长相甜美，更是个有实力的演员，用自己的实力为自己的演技证明。谭松韵，一个从默默无闻的小配角，坚持了10年，努力成为能扛起整部剧的女主角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谭松韵经历了许多起伏，然而这些经历最终塑造了今天的她。她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实力派演员，可以通过精湛的演技打动观众的心。谭松韵的娃娃脸其实是伪装。经过14年的时间，谭松韵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，逐渐成长为了备受瞩目的当红明星。她摆脱了青涩，变得成熟，从事务繁忙的配角逐渐变成主角。谭松韵的成功昭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：坚持就是胜利。无论是演戏还是生活，只要你肯拼搏，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。谭松韵现在的风光是背后辛勤努力的成果。她经历了母亲离世、事业低谷等一系列打击，但她从未被击垮，反而变得更加坚强。谭松韵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
每一步都算数。那些看似陷入困境的日子，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的成功铺路。现在的谭松韵，虽然脸上还保有娃娃脸，但内心早已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小女孩了。谭松韵的外表并不能完全展现她的才华，不要被她的年龄迷惑。35岁的她不仅仅是一个冻龄女神，更是一个历经沧桑、不断进步的实力派演员。谭松韵的故事，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吗？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更应该学习谭松韵用实力说话，用坚持证实自己的实力。青春易逝，而实力才是永恒。